收看四姨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。不少人说现在是影视界的寒冬，很多电视剧都迟迟不能开机，连横店影视城的开机率都降低了不少。不过荧幕上优秀的电视剧还是不断涌现，像2019年就有不少不错的电视剧引起大家广泛的关注，小欢喜、庆余年、陈情令以及精英律师。到了2020年的时候，才短短1个月就有不少好剧开播了。目前湖南卫视的下一站是幸福，迪丽热巴的三生三世枕上书，以及黄子韬、易烊千玺主演的热血同行都受到了很高的关注。只不过恐怕易烊千玺的热血同行将要迎来劲敌了。同是 TFBOYS 组合成员的王源主演的古装玄幻电视剧《大主宰》开播了。该剧从2018年3月开机以来，历时115天的拍摄，终于在7月底拍摄完毕。原本一直都在传闻这部剧将要开播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还是不断往后延迟，现在终于开播，自然有不少观众期待不已。而从首播的情况来看，热度非常的高，首播短短4个小时，收视就超过了播放11天的《热血同行》，真的非常优秀了。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，大主宰从晚上8点开始更新，首日播出4个小时时间，热度不仅超过了上线11天的《热血同行》，还登上了第5名的位置，热度值有9242分。真的难以想象，要是播放一整天的话，是不是就直接登顶了呢？但是除了2位主角的台词功底和表演水平见长之外，这部大主宰真的是有太多的话题可说了。剧情再现，为特效赴新西兰。近些年来国内拍摄的玄幻武侠剧不在少数，但是多数的玄幻剧不是剧情被改得乱七八糟，就是在特效上实在是令人看不下去。首先我们要明白玄幻剧最感人的是什么，那就是玄之一字。相信每一个爱看玄幻小说的都是一个热血的人，而此次王源出演的沐晨就是一个热血少年。这个角色与王源年纪相似，可以说是少年人出演少年人。但是换个角度来说，王源也是出演另一个自己，毕竟王源本人的经历就已经够玄幻的。其次，该电视剧的特效真的让观众看到了国内玄幻片的上升空间。剧组千里迢迢赶往新西兰，为的就是打造意境的感觉，而原著中提到的各种阵法和灵兽都展现得活灵活现。对于担心此剧的原著党们可以放心一些啦。该剧的色调也很高级，整体的节奏感也很在线。原著书局中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男主沐晨，这一点可能会让一部分人觉得不舒服。但是从现在已经播放出来的剧情来看，电视剧是经过了一定改编的。目前看来剧情较为顺畅，如果之后能依旧保持稳定，相信在剧情方面也是不会拖后腿。导演有来头，王源成下一个邓超。此电视剧一出，很多人的关注点都放在了王源和欧阳娜娜这2位流量大咖身上了。其实此剧的导演也是大有来头，原来此剧有2位导演，一位是张萌，另一位则是程峰。张萌算是一个比较新锐的导演了，出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，出身是根正苗红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还是第5代著名导演田壮壮的亲传弟子。2017年才开始自己的导演生涯，虽然拍摄的电影都不温不火，但是却极具个人风格。而程峰更是老牌的香港导演，他一手捧红了姚千羽和邓超，拍摄的《少年康熙》和《笑着活下去》都被认为是经典之作。武则天秘史更是使樱桃这位女神翻红。程峰虽然是知名导演，但是近几年却很少拍摄电视剧，甚至曾经有人猜测程峰是不是准备退圈享受生活了。而此次再出山拍摄电视剧，而且还是拍摄玄幻类型的电视剧，实在是让人十分惊喜。家庭伦理对撞玄幻 IP 有无新火花？不得不说，王源的运气实在是好，因为程峰的每部电视剧男女主都能大红，不仅是邓超和姚千羽，还有宝剑锋、黄海波、郭京飞、张卫健、郭晓东等等。此次再次出山导演《北陵少年志之大主宰》，让人怀疑程峰的新剧能否让王源再进一步呢？但是有一点却让人十分担心，
成功导演原本主要是拍摄家庭伦理剧和江湖小说的类型，从来没有接触过由网络小说改编的 IP 大剧。无论是在剧情的起承转合，还是镜头的处理上，都会与之前的影视剧类型有所不同。而张萌同样也是如此，他虽然接触过类型的玄幻小说，但是从他以前的电影风格来看，个人风格比较强，总体来说就是不太商业化，比较小众。而两位导演的经历和岁数都相差较大，彼此之间对于影视剧的理解会不会产生分歧，这些现在都很难去看透。我们只有静静等待此部电视剧之后的整体走向啦。虽然以上的疑问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，但是能够肯定的是，两位导演对于作品都有着严格要求，所以这部大主宰也算是对得起原著党啦。其实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视剧之后，最大的感叹就是王源竟然用的是原声配音，并且整体的台词功底还不错，演技始终在线，尤其是他的侧脸十分优越。但是除了台词功底之外，王源的眼神戏也十分精湛。该剧的定位是一部古装青春奇幻热血剧，讲述了资质卓越但没有灵力的少年沐尘从草根成长为拯救苍生、惩恶扬善的大主宰，并收获爱情和友情的故事。没错，收获爱情。真的没想到，不知不觉仪态都可以在剧里看到00后谈恋爱了。这剧一共48集，而且还是古装剧，本以为又得等上好几集才有感情线，但人家00后谈恋爱绝不拖泥带水。第一集不打不相识，欢喜冤家最容易变成情人啦。第3集就能在危险时刻毫无犹豫地挡在你身前，第4集连红绳都直接牵上了，更别说牵牵手抱一抱和摸脸杀了，少主夫人都直接喊出口了。北陵第一话痨沐尘不仅能唠嗑，还很能撩妹，自己不上课也要早早的来帮你站好最好的座位，画个临阵送你，还让你给起名的那种。教你说话其实是借机培养感情。看着这2张人畜无害的脸，李一泰都不好意思喊亲亲抱抱举高高。毕竟这部剧是在18年拍的，那时候的娜比和王源还是2个未成年的小可爱呢。这就是00后谈恋爱的速度吗？隔壁80后表示不急，我们慢慢来。不过两人的演技虽然称不上稳，但也进步很大，有些片段也值得点赞，比如两人的哭戏就很有感染力。欧阳娜娜的演技一直饱受诟病，已经走10年了的台词也总是被拿来吐槽，这次和陆小葵时期比有进步，看着人家00后的800倍速谈恋爱也不错。而且作为一部热血题材的剧，男主沐尘后期成长，大虐反派还是挺酷的。自从 TFBOYS 组合开始单飞，各自发展以来，3人的人气已经渐渐的出现了明显差距。王俊凯和易烊千玺不仅双双考上了影视学院，而且也开始转战到了影视圈，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只有王源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出国读音乐学院，坚持着音乐道路。在为了考取音乐学院的那一年里，放弃了很多演艺的机会，只是去参加一些综艺节目。但由于长时间的没有作品，使王源的人气有些下滑。王俊凯的《天科英烈》和易烊千玺的《长安12时辰》《少年的你》播出之后，反响都非常的不错。其实大主宰早就已经杀青，却迟迟没有上档，使王源后来不得不通过参加综艺的方式来增加曝光度。或许是因为大主宰有一定的玄幻背景，需要特效和后期制作，所以才迟迟没有播出。不过好剧不怕晚，而现在这部万众期待的剧集终于上映了，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沐尘脚步，一起进入这个大千世界。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和暂时的，好好的丰富和完善自己，带你凯旋归来，期待更加优秀闪耀的你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